你是否曾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不确定何去何从？是否渴望有个清楚的信号，指引你下一步该怎么走呢？在民数记10章1到10节中，神为以色列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指引方式，2只银号角。这些号角不只是乐器，更是神向他子民发声的方法，让他们知道何时聚集，何时前行，何时提醒，何时欢庆。但这不只是旧约时代的故事，而是今天仍然关乎我们生命的提醒。在这个充满噪音与混乱的世界，我们是否仍能分辨出神的号声，还是我们的心已经被世俗的声音淹没，错失了神的带领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2只银角号的深远意义，以及它们如何帮助我们在变动不安的时代中找到方向。世杰是一名高中生，这个暑假他参加了学校举办的野外生存夏令营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离开舒适圈，挑战荒野生活。他既兴奋又有点紧张。放心了，我们有地图、指南针，还有老师带队，不会迷路的。队员凯翔拍拍他的肩，信心满满地说，这趟旅程的重点是要靠着团队合作，在3天内徒步穿越森林，抵达终点营地。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有不同任务，有人负责食物，有人带帐篷，而最重要的是老师手上的无线对讲机，因为这是与大本营联络的唯一方式。只要我们迷路了，学校的指挥中心会透过无线电告诉我们方向。老师提醒道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你们要听无线电的指示。前2天一切顺利，但到了第3天，天气突然变坏，浓雾笼罩了整个森林。糟了，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有人开始焦急地翻开地图，指南针好像坏了，指针乱转。世杰发现问题，完了，怎么办？凯翔开始紧张起来。老师立刻拿起无线电，试图联络大本营，呼叫大本营，这是森林小队，我们迷失方向，请指引我们。无线电里传来沙沙声，然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，收到，请听从指示，往东北方向移动500公尺，然后等待进一步指示。东北方？可是我们本来是往西边走的。凯翔皱起眉头，真的要听吗？相信无线电的指示吧，老师说。于是他们转向东北方向前进，走了一段路后，队伍开始质疑，我们真的没走错路吗？怎么雾还这么浓？还是我们该自己找出路？这时候无线电再次响起，森林小队，请继续前进，快到了。我们继续吧，老师鼓励大家。没多久，雾突然散开，他们惊喜地发现前方出现了一条明显的道路，还有一个指示牌，标示着通往终点营地的方向。
哇，太神奇了！还好我们有听无线电的指令，否则可能会越走越远。当他们终于抵达终点营地时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也学到一个宝贵的教训。当你迷失时，最重要的不是自己的判断，而是听对的指引。神的指引常常透过各种方式传达给我们。以色列人听到号声，就知道何时该前行，何时该安营。今天，神也透过圣经、祷告、环境，甚至他人来提醒我们该如何走人生的道路。有时候，神的指引与我们的直觉不同，我们也常常想靠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人生方向，却忘了神的带领才是最安全的道路。当你迷惘时，请留意神的号声。当以色列人听见营号角，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人生中也会有神给的号声，可能是来自内心的感动、圣经的话语，或来自有智慧人的提醒。你愿意停下来听听神的指引吗？还是选择靠自己的方式走下去？神的带领不总是我们期待的方式，但当我们愿意信靠，愿意跟随，就会发现他早已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道路。